先问你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来自非洲吗？先别急着回答，这个问题看起来像一道简单的是非题，但如果你真的顺着科学一路追下去，你很可能会得到一个让人有点不适应的答案，因为答案不是是，也不是不是，而是远比这复杂。我们先从最主流的结论说起，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支持一个理论，叫走出非洲。意思很简单，所有现代人类，也就是智人，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大约在6万到7万年前，一部分人离开非洲，开始向全球扩散。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你、我、所有中国人，也包括那些自称其余人的人，最远的祖先确实可以追溯到非洲。听起来已经很明确了，对吧？但问题来了，如果真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个问题至今还在被反复讨论？关键就在2个字：细节。我们先看证据最硬的一块 DNA。科学家可以通过2种特殊的遗传物质来追踪祖先，一个是 Y 染色体，它只在男性之间传递；另一个是线粒体 DNA， 它只通过母亲遗传。结果非常一致，所有现代男性可以追溯到大约6万年前的一位非洲男性，所有现代人的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约14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注意，这里有个很容易误解的点，这并不是说当时只有这2个人活着，而是说他们的那一支血脉最终活到了今天。换句话说，你的家族树无论怎么往上追，最终都会在非洲汇合。说到这里，如果你点头了，那说明你已经接受了单一起源的核心逻辑。但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看似稳固的结论拆开一层。我们换个问法，什么才算祖先？你可能会下意识觉得祖先就是直接生下你这一支的人，但在人类进化史里，这个定义其实站不住脚，因为人类从来不是单线进化，而是混合进化。好，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十万年前，你看啊，那时候的地球上并不只有智人，还有很多近亲，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直立人，他们和我们属于同一个人属，但不是同一个物种。关键来了，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离的。科学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今天几乎所有非洲以外的人群体内都含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大约在1%到4%之间。更有意思的是，东亚人，也就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群，这个比例平均还略高于欧洲人。为什么？目前的解释是，智人在走出非洲后，可能不止一次和尼安德特人发生接触，甚至在东亚地区发生了更多次基因交流。换句话说，你身体里的尼安德特成分可能比很多欧洲人还多一点，是不是有点反直觉？还没完，再来看一个更神秘的人群——丹尼索瓦人。这个人种是2010年才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洞穴里，通过一小块指骨被确认的。但奇怪的是，他们留下的化石极少，却在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比如，大洋洲一些人群体内有高达5%的丹尼索瓦人基因，而更关键的是，中国人以及部分东亚人群体内也检测到了丹尼索瓦人基因。甚至有研究发现，藏族人能适应高原低氧环境，关键基因 EPAS1 很可能就来自丹尼索瓦人。也就是说，你今天能在青藏高原上正常呼吸，很可能要感谢一群已经灭绝的人类。这时候，你再回头看最初那个问题，就会发现它开始变形了。如果你的基因里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的智人，有一部分来自尼安德特人，还有一部分来自丹尼索瓦人，那这些人算不算你的祖先？如果算，那你的祖先显然不止一个地方；如果不算，那你体内这些基因又该怎么解释？事情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很多古人类，比如北京猿人、蓝田人、山顶洞人，他们大多属于直立人或早期智人阶段。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是本地独立进化的，也就是所谓的多地区起源说。但随着基因研究的发展，这种观点逐渐被否定。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 DNA 证据支持完全独立演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古人类和我们毫无关系。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与后来进入东亚的智人发生过基因交流，只是因为时间太久， DNA 不断被稀释，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精确计算这部分比例。但从逻辑上讲，
这种融合几乎不可避免。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倾向于一种更现实的模型，那就是以非洲起源为主线，但在扩散过程中与欧亚大陆上的其他人类发生了多次不同程度的基因融合。所以这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网，一张跨越几十万年的基因网络。你就是这张网的一个节点。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答最开始的问题了。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来自非洲吗？如果你从物种起源这个角度看，是的，现代智人的源头在非洲，这是目前最坚实的科学共识。但如果你从基因构成这个角度看，那答案就变成了，不只是。你体内的每一段 DNA 都是历史留下的拼图，有一部分来自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群人，有一部分来自尼安德特人，还有一部分来自丹尼索瓦人，甚至可能来自更多我们还没完全搞清楚的古人类。你不是从某一个地方来的，你是被无数个地方一点一点拼出来的。再给你一个更震撼的视角，从基因上看，全世界所有人的差异其实不到 0.1%， 也就是说，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的相似度都超过 99.9%。我们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在生物学层面几乎可以忽略。那问题来了，当你知道自己既来自非洲，又融合了欧亚大陆的其他人类，甚至连高原适应能力都可能来自一群灭绝的人种时，你还会用某一个国家来定义自己的起源吗？还是会更愿意承认，你其实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延续？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值得你认真想一想。你觉得呢？